在20年前，随着电脑性能一路狂飙，人们发现机械硬盘就像一个老牛拉破车，成了整套系统里最拖后腿的那一环。CPU 都开始玩多核了，内存也用上了更快的 DDR， 可硬盘呢，还是那个机械硬盘，就算转速快了，结果换成了 SATA， 那点提升也是杯水车薪。但也就是在那个年代，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脑洞产物，它能把上一代的 DDR 内存直接变成主板能认的 SATA 硬盘，从而拥有了当时堪称恐怖的随机读写性能。它就是技嘉 iRAM。 作为技嘉当年的脑洞之作， iRAM 使用了一颗404的 FPGA 芯片，这枚芯片通过卡上固件直接管理装载的 DDR 内存存取，同时还负责与另一颗 J-Micron JM20330 芯片通信。 J-Micron 芯片正是一个硬桥接的 SATA 控制器，这意味着它无需任何额外驱动，是一张硬件层面的内存盘。可惜的是，我手上这张卡到手时就缺了电池，这会带来什么影响？它比起当年的硬盘到底强在哪？我们实测见分晓。我先直接在上面装了个系统，顺便介绍一下我的考古平台 ProReal Duo 16320加华硕 P5VD2 MX SE 加512×2 DDR 内存，是不是很有2007年低预算办公机的味道？对照组，我的选择是迈拓金钻9代80G PCmark 04硬盘测试，机械硬盘是一点都打不过，原理上的代差没办法。到 PCmark 05里换了版本也一样，原理上的代差是难以抚平的。Crystal Disk Mark 这里更能看出差距。iRAM 不仅在连续读写上碾压，在随机读写上，那是彻底甩开了机械硬盘几个维度。ARES 的磁盘基准此刻已经把技嘉 iRAM 随机读取上的优势通过测试数据完美的展露出来，而顺序读取上 iRAM 也优势不小。就在我为这个黑科技的表现狂喜，然后脑子一热直接关掉电源之后，问题来了。再次开机，iRAM 上的系统和数据全没了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它去了那块能为内存供电以维持数据的电池。而当我想去闲鱼找替换电池时，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可用的配件。那一刻我大概明白了，它为什么后无来者了。